本周二，美国拜登政府宣布对一系列中国产品征收最低25%、最高100%的关税，比如对钢铁和铝，原关税为0到7.5%，现在一下子提高到25%。半导体的关税由25%增加到50%，而电动汽车的关税则由25%增加到100%。接下来几项大家自己看看。对于电动汽车的关税，估计是拜登的选举伎俩，因为到目前为止，中国几乎没有出口到美国的电动汽车，即使把这项产品的关税提高到1000%，对中国也没有什么影响，因为要对中国表示强硬，而保护自己的产业是特朗普及拜登都希望的。现在拜登利用他的权力炒作这个议题，相当于拿走了特朗普的竞选议题。美国现在大幅提高中国产品的关税，尤其是电动汽车的关税，估计也是做给欧盟看的，其目的是希望欧盟也会采取同样的措施，以达到遏制中国产业的目的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《时代报》对此事的报道。美国大幅提高对中国电动汽车和其他产品的关税，美国将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、太阳能板和半导体征收50%至100%的关税。美国此前指责中国产品扭曲了竞争。美国宣布大幅提高对大量中国产品的关税。美国政府宣布对电动汽车的关税增幅尤为明显，从25%猛增到100%。然而，其他产品也被征收更高或新的关税。对来自中国的太阳能板和半导体征收的关税将从25%提高到50%。首次对针头和注射器等医疗产品征收50%的关税，此外还对港口起重机征收25%的新关税。对来自中国的钢铁、铝和电池征收的关税将从7%左右提高到25%。根据美国政府的公告，中国正在以人为的廉价出口产品充斥全球市场。据悉，此次加征关税影响的中国进口商品价值达到180亿美元，相当于约167亿欧元。该措施旨在保护美国公司和员工免受来自中国的不公平竞争。据美国政府称，提高关税是为了保护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工业部门。中国电动汽车充斥市场，由于竞争激烈，中国电动汽车在美国已被征收关税，现在又被大幅提高。拜登的经济顾问莱尔·布雷纳德表示，中国制造商获得不公平的政府补贴，并可能因此用廉价汽车扭曲竞争。美国政府认为，2023年中国电动汽车出口量将增长70%，这将危及在其他国家的投资。特斯拉老板埃隆·马斯克等人在年初曾警告中国制造商的优势，如果没有贸易壁垒，他们将几乎摧毁世界上大多数其他汽车公司。中国已宣布对美国加征关税作出回应。在美国正式宣布加征关税之前，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应对。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，中方反对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单方面加征关税行为，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然而，美国多年来一直在批评与中国的巨大贸易逆差。去年，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4270亿美元的商品，但只向中国出口了1480亿美元。德国知识点评下，其实中国特别想向美国购买一些产品，但是你美国不卖呀，还进行制裁。美国认为，如果出口这些产品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。如果美国真的卖中国希望进口的商品，那这个贸易逆差可能会立即变成贸易顺差呢。我们继续往下。经济顾问布雷纳德说，中国正在使用与以前相同的战略，在国内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继续投资，并用因不公平做法而被低估的出口产品充斥全球市场，从而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来促进自身增长。舒尔茨赞成与中国进行交往。与此同时，德国总理奥拉夫·舒尔茨对欧盟可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表示谨慎。在访问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期间，这位社民党政治人物强调了欧盟与中国之间的相互交流。舒尔茨在与瑞典首相乌尔夫·克里斯特松会晤后表示，欧洲制造商在中国市场取得了成功，同时
也向中国出售了大量在欧洲生产的汽车。此外，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中有50%来自在中国生产汽车的西方品牌。4月中旬，舒尔茨在访华期间呼吁汽车行业公平竞争，同时他还表示不担心中国汽车业在欧洲市场上的竞争。当时他还提到了德国汽车对中国的出口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些网友评论，按时间先后。第一条评论：但愿欧盟也能尽快效仿。下一条评论：哈哈哈，中国的血压也会上升100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向邪恶的西方国家出售过剩产能，否则中国就有破产的风险。下一波浪潮，继房地产浪潮之后正在袭来，而且刚刚爆发。这么说来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并不那么紧密，我以为国际上也差不多，还是他们只是更加漠不关心，美国优先？下一条评论：我认为这有3个好处：一，拜登从特朗普拿走了一个选举议题；第二，中国可以为俄罗斯做得更少；第三，德国对华贸易得到急需的推动。结论是中国人说的3赢局面。下一条评论：好像危机还不够多似的，现在又来一场贸易战，我不认为这会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。中国会做出反应就更不用说了。下一条评论：惩罚性关税最重要的作用只有一个，让东西更贵。下一条评论：如果欧盟不效仿，我们很快就会被电动汽车泛滥。下一条评论：这将使欧洲作为中国的一个市场变得更加重要，同时美国的产能也将得到加强。当然，这主要是一个竞选议题，拜登夺走了特朗普的竞选议题之一。下一条评论：各尽所能，中国已经开打，美国做出回应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这又给德国和德国工业敲响了警钟，要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多元化。下一条评论：这只会导致中国在当地进行生产，比亚迪已经计划在墨西哥和匈牙利建厂，这就是绕过关税的方法。以前日本人和韩国人也是这么做的。这将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创造就业机会。下一条评论：对美国的这一正确决定表示敬意，在欧盟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企业不希望这样做。为什么？因为无论如何，德国这个国家的汽车产业都宁愿产业外移，而且在中国找到了他们所谓的梦想国，他们宁愿放弃利润，也要让共产党加入他们的企业。下一条评论：自由贸易倡导者在走回头路，呵呵，但中国的做法太不公平了，必须有所反制。但我不知道惩罚性关税是否是正确的答案。下一条评论：我们也应该这样做，我们自主研发出来，多年来被中国窥探和抄袭，被美化为认可，强制中外合资和技术转移，通过剥夺劳工权利进行廉价生产，并想用他们的商品来泛滥我们的市场。不，谢谢，但我们可能又一次懦弱得不敢迈出正确的一步。下一条评论：美国的正确决定，这是由中国挑起的。下一条评论：中国的廉价产品突然就成了问题了，因此在欧美，由于缺乏竞争，电动汽车仍将是昂贵的，因此也是稀有的。在可再生技术和缩减气候保护措施方面，我们自己也在撒谎，但突然之间，据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公平。下一条评论：100%的关税相当强悍啊！如果中国反过来限制稀土出口，我们将面临一场新的经济战争。我们真的不需要这样，但与此同时，中国正试图收买市场，这是不允许发生的。欧洲也应该禁止此类行为，要求公平地进入中国市场。下一条评论，这是关注度最高的一条评论，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。这是关于公平竞争的原则。如果有人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好的产品，那么他们就拥有了优势，并能刺激竞争对手更加努力。因此，最终消费者会从更好的产品、更好的服务和更低的成本中获益。
中国大多数商品的问题在于，通过敲诈性合同或间谍活动，复制竞争对手的设计方案，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压低生产成本，往往是在极度剥削和近乎奴隶的条件下，省去了20年、30年的研发工作。中国还再加一码，为生产提供补贴，以至于整船的电动汽车、太阳能板和其他设备堆积如山，以倾销价格充斥全球市场。结果是，全球竞争者被逼入绝境，不得不申请破产。全球西方国家一点一点地失去了生产专长，而中国则收购破产公司的残羹冷炙，从此主导着价格、生产和质量标准。这是帝国主义 2.0 呐！任何人如果对此不加抵抗，貌似都闭目塞听了。下一条评论：现在中国将更加努力地把电动车推向欧洲市场。下一条评论：中国根本不在美国销售电动汽车，但显然美国的竞选者对特朗普的威胁很重视，只是在大选之后才意识到中国是民主的摇篮。下一条评论：必须明确指出，德国的去工业化不是因为官僚主义或不作为，而是因为中国的补贴政策。请看太阳能产业，一场新的冷战正在这里打响，但德国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我们正在遭受攻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国的做法是唯一正确的。下一条评论：我们需要尽可能多、尽可能便宜的太阳能板，这样能源转型才能成功。征收关税当然有点愚蠢，最好是补贴国内高水平的生产，这样每个人都会受益更多。电动汽车也是如此，德国公司无法提供廉价的小型汽车，而中国却能做到。下一条评论：我们在电动汽车生产方面已不再领先。如果我们想在德国继续生产电动汽车，就必须保护我们在欧洲的产业。我认为整个欧盟经济应该转变为可持续发展，或者需要一场新的工业革命，除非我们希望所有成品生产从欧洲消失，包括机械工程。下一条评论：希望欧盟也能效仿，这不仅是当前的经济问题，也关系到安全和未来。下一条评论：这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世界以及西方说，我们必须尽快实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。气候变化是21世纪最重要、最严重、最大的威胁。中国正在生产大量廉价的绿色技术。下一分钟我们说，哦不，这太快太便宜了。如果欧洲和美国的人越来越强烈地反对中国在太阳能、风能和电动汽车领域生产的廉价而现代化的产品，那么气候变化显然不是那么糟糕。关税、进口限制甚至禁令都在考虑之中。据说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经济，这似乎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这使得欧洲和美国的能源转型变得更加昂贵，尤其是放慢了步伐。西方国家，我们热爱清洁能源，但前提是我们必须能够生产相关技术。下一条评论：遗憾的是，虽然美国人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但这对我们帮助不大。愚蠢的舒尔茨继续与中国打交道，忠实于默克尔向他展示如何与俄罗斯打交道的路线，这损害德国和欧洲。下一条评论：美国打着美国优先的口号，推出了数不尽的补贴方案，却在抱怨中国的补贴，真是匪夷所思啊。下一条评论：对我们德国来说，不可能，我们的命运掌握在中国手里。大众汽车40%的销量来自中国，其他许多企业的情况也差不多。通过廉价进口消费品和中间产品，我们德国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。现在我们却要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。从长远来看，与独裁国家进行良好的商业合作是不可能的。卫生部门的情况尤为严重，如果没有中国的药品供应，我们就会像苍蝇一样死去。医疗产品的情况也类似，如吸入器等。很遗憾，我们完全依赖中国。好，各位朋友，这就是德语网友对美国、对中国电动汽车等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的评论。